大家好，眼前这是野生龙葵，在乡下只要时间到就会自己长出来。唯一比较麻烦的是会东一颗西一颗啦。而龙葵是可以反复割取采收的菜哈，特殊的菜味对很多人来说呢，也是带有家乡味或回忆的菜啊。而这内部还有野生的川七啊，川七的生命力也是非常强，口感就像比较细嫩的凤公菜啊，也有可以反复采收的特性。对于腐殖土或是草木灰土更是非常喜爱。而现在挖掘的土壤算是在实践懒人农法了。这些带有杂草的土壤是处理杂草时呢，落下的草籽又长出来了。将土壤表面带土先刨到一旁堆置啊。由于又下雨了，也就更不方便分离杂草，因为是刨起堆置的土壤，才会感觉没有那么湿黏之外呢，堆砌起来土壤遇到下雨会含有很多蚯蚓啊。若是想要轻松抓蚯蚓，就可以先在容易积水的位置呢，把土壤堆砌起来，下雨后土壤里就会自动聚集了。挖掘的过程顺道将躲水的蚯蚓一起搬掐哈，懒人的方式啦，就不再分离杂草与土壤，反正这些土跟杂草只要在封闭的空间，就算存活再长出来，也在可控好清楚的位置啊。由于这些土壤有比较多的腐殖质与草木灰啊，也就直接装盆后，在土壤表层再盖上干净的土壤啊。封闭的空间直接种植川七，可以撑上一段时间不长草啊，不用担心长草啊，在花盆里呢可以很快速清除啊，也算是将杂草与草籽做集中管理的方法。另外，没采用地质的方式，是它可以当做备用菜啊。尤其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，家庭种植在十字花科类作物还没有大量产出前呢，川七很耐天气变化的特性，也是多一样是一样菜的种法。至于此处为何会出现川七呢？川七拔除后，拔除处会长出块茎的肿块啊，这些肿块掉落地面后，就会自动在发芽长根啊，属于生命力超强，应该很难种不活啊。因为清除时就算断根，只剩下茎，它还可以撑很久。过往曾经在此处采用扦插的方式种植，掉落的块茎又不断长出了，也因此呢，现在挖这些长叶的块茎呢，进行移植。目前前院的菜地因为气候的原因啊，有点卡关进入停摆啊，是因为晚上会下小雨，土壤变得湿黏，因此连现在种植都是在院子上，避免将菜地踩得坑坑巴巴。目前的规划是一个花盆种植2棵啊，种植在花盆里攀爬的方式就不再搭设棚架。正在思考如何利用小空间绕着花盆爬就好啊。若是也想要种植，附近有人种植的话，只要跟对方要几块块茎或是剪茎进行扦插，只要有茎扦插就很容易活啊。另外，据说贩售的农家都是带茎称重贩售啦，也可以买一点再自行剪茎进行扦插。不但容易成功，也几乎不用照顾的菜了。而川七可能因为加热后呢，浓烈的菜味会降低不少啊，所以比凤公菜的接受度还高啊。虽然料理方式通常是加入姜丝跟麻油热炒啊，但是用来煮面时，口感会变成很像细嫩的海带啊。很奇怪，加在面里面时呢，小孩子就愿意吃了啦。
最后就是如何节省空间又方便摘取的方式了。而摆放在方便浇水与显眼的位置也很重要，这样想吃的人就会自己去拔而不用再劳动尊驾我了。谢谢收看。